作为一个只玩过《仙剑1》到《仙剑3》的老《仙剑》玩家，我是真没碰过《仙剑4》。最近《仙剑4》重制版的视频上线了，还闹出了一个巨大争议。国外媒体揪着它的画面和战斗系统不放，说它抄袭了《光影30号远征队》，我真是越看越无语。国外媒体 The Gamer 老反华势力了，之前就说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评分太低，配不上年度的提名了，现在又来攻击《仙剑4》的重制版。接着说最离谱的 UI 抄袭论，外媒说《仙剑4》重制版的 UI 跟光影33号远征队太像了，这就是抄袭。可是但凡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 UI 的抄袭从来都不是一款游戏的重点。那么首先光影30号远征队的 UI 它本身就明显借鉴了女神异闻录5，所以在光影30号远征队刚上线那段时间里都被称为法国 P5。然后它在战斗系统中的 UI 不管是技能按键的布局、配置界面的设计，甚至人物图形的摆放位置都能看到 P5 的影子，这事怎么没有人揪着说呢？那再说了，要是按这个逻辑，光影30号远征队左上角的人物轮次，那不也跟崩坏星穹铁道很像吗？难道他也抄袭了崩铁吗？说白了，我觉得这游戏的 UI 本来就是大同小异的。你翻出老子的 RPG， 打开战斗画面，会有上下排布的攻击、防御、道具使用等选项，都是格子形式的。那是不是用所有这种 UI 格子的游戏都算相互抄袭呢？还有就是女神异闻录火了之后，很多后续的 RPG 的战斗 UI 都借鉴了它的设计，那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说抄袭呢？因为 UI 的抄袭从来不是一款游戏的重点，完全不是一个游戏媒体该强调的重点。如果单方面强调 UI 的相似度，那就说明这个游戏媒体是有些外行的，或者是收了钱，或者是要蹭这波热度的。那么我们认真的来看，《仙剑4》重制版的 UI 确实跟光影30号远征队有相似之处，但这相似之处顶多叫做借鉴，并不是抄袭。如果你抄袭的话是完全一样的，而且两者的 UI 细节其实差挺多的。仙剑4重制版的技能是带图标的，光影30号远征队和 P5 都没有。仙剑4的技能排布是一个圆弧形的，而光影30号远征队是竖版带角度的，女神异闻录5又是发散的。就连己方人物的右下角位置，仙剑4是竖排，光影30号远征队跟 P5 是横向平铺的。那这些差异外媒是看不到吗？另外外媒说光影30号远征队将完美格挡加入回合制战斗中是一个创新，还另外扯到了仙剑4重制版的格挡是抄袭它的，这非常非常离谱。完美格挡这玩意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之前我就聊过，星辰海中就有同样的判定逻辑，更别说有些传统的回合制 RPG 游戏中也都有了。这个完美格挡机制是回合制游戏中都存在的，并不能严格说成是光影30号远征队的自己的专属创新。还有那个电影化的游戏演出，外媒也拿这个说事，经常夸赞光影30号远征队的这个演出。当然这是值得夸的，可是要严格从抄袭角度来讲，它不是也学的女神异闻录5吗？虽然女神异闻录是一个2D 偏3:2的一个人物模型，光影30号远征队换成了3D 欧美风的人物模型而已。客观来说，光影30号远征队在回合制里面加入了完美格挡，这个微创新虽然在之前的回合制游戏中，比如星之海中就存在的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挺大胆的尝试。再加上电影化演出结合 3D 建模的呈现效果，在同类游戏里面确实亮眼，能火能拿奖，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。只不过它的设计都能找到前辈游戏的影子，根本不是100%的原创或者创新。那外媒更没必要去指责《仙剑4》重制版抄袭。再聊聊《仙剑4》重制版本身的处境，这款游戏的开发历程其实挺难的。电系列原本的团队早就被拆散了，大部分都是新人，只有几个老人撑着，资金并不算充裕，开发压力应该也挺大的。作为重制版，它本来就不需要搞太多花里胡哨的创新，能把原本的味道还原就很好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给大家提个醒，别对《仙剑4》重制版抱太多的期待。它大概率上线之后有不少的 bug， 毕竟团队是初创团队，新人居多，打磨经验可能不足。出本期视频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做游戏视频的人，也做过游戏。我真的看不惯国外媒体的这种双标操作，他们拿着 UI 相似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国产游戏口诛笔伐，对光影30号远征队借鉴女神异闻录5参考其他游戏机制的事就视而不见了。要知道 UI 从来不是批判一款游戏的核心标准，回合制游戏的战斗玩法都大差不差的。那么仙剑4重制版的电影化演出，我们就是借鉴学习了光影30号远征队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向一款优秀的游戏学习，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谦虚的态度吗？但是我要强调的是，即使这些东西看起来像，玩起来是绝对不同的。我们不要重蹈之前原神的覆辙，只是美术表面上看起来像，可是游戏压根不是一个东西，整个战斗的核心逻辑也是不一样的。战斗的技能配合、数值平衡、游戏玩家体验的 UI 美术特效都是不同的。如果按照外媒这个标准，那所有的魂类游戏左下角都是显示血量，那都算相互抄袭了，对吗？我说句实话，很多国外的游戏媒体从业者比大家想象的水平非常低。首先第一点，他们根本没有做过游戏，只是站在玩家游戏角度进行瞎点评。
他们没有系统化的游戏制作知识，他们可能连游戏开发的基本流程都不懂，评价游戏很多情况都是靠主观感受。这种不专业的言论根本不值得当真，甚至有很多的游戏媒体从业者的水平其实比不上很多的资深玩家。大家就见怪不怪了，所以对国外的这种批评，我们依然要客观的去看待，不能因为国外游戏批评我们国产游戏就觉得脸面挂不上，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说一些问题。当然，《仙剑4》重制版被这么一闹，倒是赚了不少热度，也算是歪打正着了。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，这件不等于抄袭。UI 方面的相似度并不是游戏行业中的完全黑点，除非两个游戏的 UI 完全一样，只是做了一个美术模型的替换。这被口诛笔伐倒是没有问题，可是《仙剑4》的 UI 其实跟《光影的三朝远征队》还是有很多不同的。所以我认为外媒的这种指责是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指责。最近我也在恶补《女神异闻录》，越玩越觉得它是回合制 RPG 的天花板，不管是 UI 设计还是战斗系统，包括这种电影化的演出，还有回合制视角的改变，都值得后辈的游戏学习。等我玩透了，我会出一个视频聊聊为什么它能被很多人称为天下第一。但我的视角跟绝大多数人的视角都是不同的。那么本期视频算是对《仙剑4》重制版的声援啊，我非常希望国产游戏能做得越做越好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点道理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